黑龙江入海口有着这么一座岛屿，曾经是中国的第一大岛，而现今中国每年却要从此进口大量能源。这就是日俄博弈了300年，最终花落俄罗斯的第一大岛萨哈林，日本称为华太岛，也就是中国的库页岛。欢迎回到阿珂在路上的频道。今天呢，我将从海参崴前往俄罗斯的第一大岛萨哈林。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说起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库页岛，大家都会联想到我们曾经的故土，但也仅此而已。那么在出发之前，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库页岛。库页岛位北太平洋，隔着中古海峡，与日本北海道距离仅43公里，面积76400平方公里，拥有丰富的矿藏与自然资源，天然气、石油、煤矿、黄金等等。单单天然气储量就占到俄罗斯远东地区总量的90%，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能源储备地区。人口47万，其中东斯拉夫人占了80%，其余还有朝鲜及原住民等等。在中国古代称其为苦页，虽然从古中国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岛，但直到明清才纳入版图。不过并没有对库岛进行有效的管理，只是派过官员上岛巡查，以接受原住民的纳贡。从19世纪开始，日俄便在这个中国的岛屿上博弈，直至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国退出库页岛舞台。1875年，日俄签订条约，大俄以千岛群岛交换日本在库页岛占领的南部。之后，日本打赢了日俄战争，在美国的调停下，双方签订普斯茅斯合约，日本又重新获得库页岛北纬50度以南的地区。且日本趁着沙俄内乱期间，实质控制了库页岛全境。再到二战，日本战败，大俄占领了库页岛的全境，至今。我在网上搜查到，从海参崴前往库页岛有2种方式，一种呢就是坐火车到瓦尼诺，也就是靠近库页岛的一个城市，从那里呢坐渡轮前往库页岛。第二种是坐飞机，我呢就选择了第二种啊。现在呢是在海参崴的火车站坐他们的机场快线前往机场。这边的机场快线还挺方便的，价格呢是320卢布。这个机场快线呢就在海参崴火车站旁边的，从这里到机场呢大概是50多公里吧，然后要耗时接近1个小时啊，所以大家呢要提前准备好时间。这里呢它也是他们城市之间的城际快线啊，那边是可以坐到其他城市的。可以看到俄罗斯的车厢要明显比普通的车厢要宽的啊。这是因为在俄罗斯啊，它的轨宽呢是要比标准的轨宽要宽的，这边是1.5，正常标准的是1.4的。哇，可以看到这个机场现在好多朝鲜人啊！为什么说他们是朝鲜人呢？可以看他们的勋章。然后再可以看到他们的护照全部是由几个领头的人来把持着的啊，都是朝鲜人。经过1个半小时的航行，终来到了库页岛的最大城市及首府南萨哈林。在日本时期被称为丰原市。那么我们上无人机吧。南萨哈林，库页岛的首府及最大城市，也是远东地区的第8大城市，面积165平方公里，人口约19万。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人和阿伊努人被驱逐至北海道等地，剩下的朝鲜人成为这里的主要人口。直到20世纪后，随着东斯拉夫人的到来，朝鲜人降至20%，主要人口变成东斯拉夫人。这个机场的公交车还挺不错的啊，在这边坐到我住的地方7公里左右。现在到市中心了，虽然这里是首都啊，但其实只有19万，人口不是很多的。但这边的人口的结构啊，
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这边呢是会更多元一点啊。除了有东斯拉夫之外呢，也有中亚人，还有东亚人的。城市建设也不错啊，可以看到道路都是种满了鲜花，很难想象这边是远东地区啊。是这个岛是有8个月是被冰封的。库页岛天气是明显要比海参崴要冷的，现在是夏季啊，都是5度到10几度啊，还有2度、7度。 哇，这是夏天哎，还挺先进的啊！在这边过马路的话，可以按一下按钮，然后等它变绿灯就可以过了。这里也是有共享的电动滑板车的。这是居民区的一个幼儿园呐、哇，很有氛围哎，5颜6色的啊！可以看到还有穿朝鲜服的小朋友哎。 可以看到这边的车大部分还是以日本车为主啊，估计占了90%以上的日本车。这个小区应该是新建的，可以看到这个小区的墙体啊，外墙，哇，有这么厚的保暖层啊！现在到住了青旅了，这边是一个公共的厨房，很大，可以自己做饭，然后还有那个书桌，然后往这边走。 然后这边是一些放鞋的啊，然后还有一些公共的卫生间，看一下房间吧。这边是一个6人间，然后我住的是这个下铺，还是挺不错的，私密性，价格呢是88人民币。下起了太阳雨，你看小朋友多开心，哇，真的没看到这么大的彩虹哎。 哇，这里还会塞车哎！我来这边的一个中心商场这边逛一下吧。营业时间从早上10点到晚上8点。这个商场还挺大的，层高看起来都比较矮，有点压抑啊。1楼都是卖女装为主的，2楼呢就是男装、女装都有了。像这边随便一个外套价格都要4000卢布。 便宜的是3000卢布。3楼呢就是一个餐饮区，这个餐厅卖的是日餐跟韩餐啊结合的，这边应该是韩餐的，价格是720到560。这边是寿司，一个套餐是410。来这边的超市看一下吧，先把东西存下。先看一下远东地区的水果价格啊，像这么样的橙子。 比较老了，不是那么好了，橙子啊，要4281公斤。然后橘子的话是3851公斤，然后葡萄是接近500卢布1公斤，香菇是309卢布1盒，一盒有250克，西红柿2791公斤，199卢布1件，就相当于是3条黄瓜。这里居然能看到一些中国腌制的东西啊，像这金针菇是138，野山椒是79，海飞丝400 ml 的是630。 200 ml 的是449，10个鸡蛋137，100克的腰果价格是315，大米1公斤93，中国的盒饭啊，这么一个一饭一菜一汤，价格是369，鸡胸肉是879 1公斤，猪肉是756 1公斤，蜂蜜很便宜啊，像这一款才82。 是150克，这一款350克是205。俄罗斯虽然被制裁了，但还是有可能卖，不过应该是从中国进口了。像这个可口可乐是888毫升的，是145。前面2位应该是有点像原住民啊。这里还挺发达了，还有卖一些电器家电。 大家早上好，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南萨哈林市的列宁广场，我身后呢就他们的火车站啊，你没听错啊，库页岛还有火车线路的啊。其实早在斯大林时期呢，就想修建一条贯穿整个库页岛，再修一个海底隧道，连接起大陆的这么一个项目啊。但后面由于斯大林的去世，这个项目也烂尾了。
这是1937年的火车，可以看到它的轨迹呢，只有750毫米啊，比较窄的啊，是当时沿海用来运矿的一种矿车。Hello, my name is Julia. My daughter Polina. So that's why on ship. How old are you? 15. How is the weather in here? Weather is good. I mean summer is good. How about the winter? Winter. Yeah. Cold. Winter cold. Cold? Many snow. Oh, okay. And how long? 8 months? 6 months. 6 months. About 6 Okay. months. How was the life here? Maybe good, maybe bad. Half. Okay. In Sakhalin price very well. High. And in another part, Russia, price. No. Okay, so here's more expensive. Okay. More expensive because island. Yes, exactly, island. Driver about 85,000 ruble. Many people Christian, but I no religion. You don't have religion. No religion. Okay. So I love for other Buddha. Allah. They are together. It doesn't matter. Okay. How do people to get along in Sakhalin? In Sakhalin, Christians. Yeah. And Muslims. Muslims in another another country. Muslims in Sakhalin. Christian Muslim friend. China is very good. I want to be. Как побывать в China? Where? I want go to China, but I never China. Oh, you never been to China? Oh. Never China go. Okay. But I want China. Oh, welcome. And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Very interesting. Another culture. Yeah, different cultures. Yeah. So,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China? Harbin, Peking. Oh, Harbin. Shenzhen. Harbin. Harbin. You want to be in Harbin, right? Okay. Harbin, Peking, China. 还有深圳。Yeah, thank you. China and Russia, friend forever. Yeah, friend forever. Okay, thank you. 我身后呢就是哈萨林的地方博物馆，从它的建筑外观也能看出来是一个日式的建筑啊。这呢就是日战时期的华泰厅。日本赢得日俄战争之后呢，双方签订的普茨茅斯合约，日本呢就取得了南库页岛啊，所以在这边所设立的一个行政机构来管辖南库页岛的。从19世纪开始，大俄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康分西北界约记》《伊犁条约》《满洲里界约》等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始一步一步地蚕食中国，甚至实施环俄罗斯计划。一直从海参崴到乔克里峰画一条边界线，来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同一时期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甲午战争，也开始角逐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两大侵略者就此相遇，爆发了日俄战争，最后以日本的惨胜结束。这也是自19世纪开始，亚洲国家打败欧洲国家的首例，也间接导致沙俄的倒台，避免了满洲彻底俄罗斯化。但日本的军国主义也同时崛起。值得一提的是，在日俄战争中，名义上保持中立的清朝，实际暗地里给日本提供了很多帮助。这里呢就是库页岛的1号公墓啊，它的开放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我这边看到一个朝鲜文字的一个墓碑啊，刚才我用翻译机来翻译了一下。大概的意思就是在这边的朝鲜人啊被压迫啊，然后被迫了劳作啊，然后死在异国他乡，然后对故乡的渴望。应该他讲述的这一帮人，纪念的这一帮人，应该就是在日本时期，然后日本把很多在朝鲜半岛的一些劳工啊运到这边来开垦，然后所发生的一些不幸的事情。这一个公墓还挺大的啊。但可以看到也是杂草丛生啊，缺乏打理。我在这还看到一个有中文字的墓碑啊，写是生于1896年的，然后是1953年去世的，是庆州金氏之墓。我不知道他是
朝鲜人还是中国人啊？前面呢就是库页岛统一纪念碑，但他们是叫做萨哈林州的统一纪念碑啊。可以看到碑顶是一个双头鹰，也就预示着它是横跨欧亚两大洲的，也有统一欧亚的意思啊。来看一下库页岛这边的油价吧，92的是57.64，95的是59.59，还有100号的，哇，我第一次见，是75.66，感觉跟他们海参崴的价格差不多。我现在来到了俄罗斯比较常见的一个快餐厅啊，有点类似于半自助啊。像这一份牛肉呢，价格是230，然后这个是鸡蛋鳕鱼，价格是210。这么一顿加在一起呢，就是640卢布。来试一下味道。这个牛肉很嫩啊，而且还有牛奶的香味啊，这做法挺新奇的。在市区呢，可以坐这个28路啊，票价是32卢布，就是一个环一整圈，基本上把市区所有景点都包括了。看到这个车还是宇通的。我现在来到了胜利广场，在广场的正前方呢是有2门大炮的，然后中间呢是有一座坦克的，在后面呢就是一个博物馆。胜利广场的意思啊，是为了纪念大俄从日本的手中解放了南库页岛还有千岛群岛30周年而建立的啊。然后在后面呢还有一座大教堂，在后面呢还有一个缆车，可以坐缆车到山顶了，在冬天的话可以在上面滑雪的。然后明天呢，我也会再来到这里啊，然后在这边报了一个团，从这里呢前往一个灯塔，也是日本时期所建立的，在灯塔对面呢就是日本的北海道了，这里呢所以说也是一个游客的集散地啊。大家早上好，我现在呢又来到了胜利广场啊，看天色就知道现在还是很早啊，才5点多。我报了一个团，早上6点钟出发，然后前往阿尼瓦灯塔，距离这里大概200公里不到吧，也是被誉为世界上最难到达的灯塔之一了。开车是到不了的，它只能到一个地方，然后再坐冲锋舟，就是这辆小巴啦。报了一个当地团，价格是7000卢布，往返的。这里就是库页岛的第2大城市科尔萨科夫。中途休息啊，哇哦，可以看到，真的是犹如仙境般啊！而且呢，那个太阳快升起了，那个余晖照在上面，好美啊！能够呈现出来的颜色是那种粉红色的啊，好少见啊！而且呢，还有一层的雾气。哇，可以看到库页岛的天然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看到没有？前面还有那个炼油厂吧，还有海上的那个钻井台啊，而且不是一个，非常的多啊！哇！开了2个多小时呢，来到了这个码头啊，这边已经到路的尽头了，路已经走不通了，这边呢就要换成冲锋船，前往灯塔。大家呢都在这边等着上厕所啊，等一下上船就没办法上厕所了，所以说这边去这个灯塔也是世界上最难到达的灯塔了。出发前呢还要换上雨衣跟救生衣啊，哇，真的非常的臃肿啊，大家都在换。8个人一条船啊。
现在其实这里就是安尼瓦湾。哇哦！哇，应该是海豚呐！哇哦，好近距离的看，哇，就在我们旁边啊，这个海豚。库页岛真的是个宝岛啊，自然资源、矿产资源都非常的丰富啊，而且这个也是个天然的渔场。这里是安尼湾，然后往那边呢就是日本的北海道的志内市的中古角，两个最窄的地方呢就是中古角海峡。Hoy a las mujeres nos quitan la calma, nos sembraron miedo, nos crecieron alas. 哇，非常的多啊，目测都有几十头。开了1个半小时，终于来到了安妮瓦灯塔了。它是1939年日本人所修建的一座灯塔。只能靠这种小的冲锋艇才能登岸的。哇，这个灯塔的建造也是非常的难，因为它没有陆路啊，所有的材料呢都只能靠这水路运过来建造的。可以看到这个已经废弃了，看这些铁门都已经生锈了啊。这里呢是1楼，然后下面还有地下室的。这一整层的作用应该就是储物间，还有厨房，还有柴油发电机之类的电池啊。往上走看一下吧。哇，上面都好暗啊。这边是他们的厨房，然后再往上走，3、4、5层都是他们的生活区。这个灯塔呢是可以容纳12个人的，但现在已经废弃了，已经变成海鸥的家了。这边的门特别的窄啊，不愧是日本人修建的啊。这边是一个平台，再往上走就是塔顶了。哇，可以看到这个灯芯很大，它可覆盖的可看范围是接近28点多公里的。在日本时期呢，用的是煤油发电啊，但在2战后苏联接管后啊，就改成了核能发电啊，因为维护成本太高了，所以说它就改成核能之后，它就不用人在上面了。但在2006年已经废弃了这个灯，当然它那个核电池也收回去了啊。安妮瓦海角为鄂霍次海与中国海峡交汇处，海流湍急，雾气频繁，暗礁密布，导致多起沉船事故。曾经载有沙俄滨海边疆区总督的世界主义号轮船就沉没于此。日本占领时期在此修建了安妮瓦灯塔，但是所有的建筑材料只能通过水路运输，因此建造了2年才完工。塔高31米，其中地下室设有柴油机和电池，楼上设有厨房、仓库、无线电设备和值班室。3、4、5层为生活区，最多可容纳12人，属于3级灯塔，覆盖范围28公里左右。2战后归属苏联，但由于灯塔偏远，补给与维护困难，于是在1990年改用核能电池，让灯塔自主运行。随着现代卫星导航技术的出现，灯塔在2006年核电池用完后而被废弃。安妮瓦灯塔拜拜了，大家来。
当人类离开之后，这里就变成了动物的天堂了。哇，看到好多的海豹啊！刚走的时候，那边海豹全部上来了。这么看起来的话，我们人类更像是外来客啊！带我们来看一个瀑布，结果跟一个小溪似的。大家还记得我在阿根廷跟巴西交界处的那个瀑布叫什么名字吗？我都记不起来了。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一下啊！看到一个个的小脑瓜吗？这些都是海豹啊！真的好多的鱼啊！这就是我们的午餐啊，然后有茶、咖啡，然后就是面包了，很不错的一个休息点啊！而且呢，只能开船才能到达的。这里的水真的好清澈啊，好多鱼啊！你能想象吗？他们只用手就能把鱼抓到哎。OK。哇，看到了吗？在河口这里好多，应该是鲑鱼吧，是马哈鱼啊，都是逆流而上去产卵的啊。已经回到早上上船的地方啦，这趟旅程还是非常值的。这里呢，它也是属于他们的边界区的，所以说刚才进来的时候，他们也是会检查证件的啊。这里呢也是要看天气才可以来的。我在青旅啊，就遇到一个驴友，他是等了5天，第6天才，天气好的时候才能去看这个灯塔的，所以说我也是非常幸运，然后等了1天就可以看得到了。那么库页岛的行程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视频见。这些呢就是在河口看到的鱼啊，就是晚上游，这呢就已经是淡水了啊。哇，在这边也是他们一个产卵的地方，我一时忘记了这种叫什么鱼了。这里不知道有没有灰熊啊，来这边吃这些鱼。